今年呢，整个楼市的救市还在进行，预计呢，这个下半年可能呢比上半年还猛啊。这个跟去年的调控有的一比，去年的调控呢，上半年也是比较严的，下半年呢更严啊。从各个方面呢，就是去打击炒房客，让这个房价呢回归这个平稳。但是现在呢，老百姓对于这个房价这个信心是不足的，而且呢，开发商还在不停的自救，拿地也少了。这其中呢有很多的关联，比房价下跌更可怕的呢是它背后的一些数据，因为这些数据呢影响到我们老百姓的方方面面。很多人说房价下跌已经很可怕了，但是呢，你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对于没有买房子的人来讲，房价下不下跌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他没有损失。对于这个已经买了房子的人来讲呢，房价下跌我大不了不卖，最起码我还有这个房子在这里，对吧？房子呢没有了金融属性，但是呢它还有居住属性，我把房子留给我的父母，留给我的孩子，难道它不香吗？所以呢，这是一个不用担心的问题。我们要担心的是房价下跌，为什么下跌？它背后的数据有多冰冷，或者说呢，会对我们产生哪些严重的影响？我们呢要来看数据。新房当中呢，70个大中城市当中有47个房价呢是下跌的，而二手房当中呢，有50个城市呢是环比下跌的，有56个城市呢是同比下跌的。这就说明呢，自从这个2020年以后也就是说从2020年年底，这个房住不炒开始发威，这个房价呢是在走下坡路的。那么在2022年的1季度来看呢，这个房价的均价已经回到了2019年的水平，说明呢调控起到了作用。但是呢，光看这些数据不够，下面的数据呢才是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的。第一呢，就是住宅开发的面积下跌了。住宅开发的面积下跌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开发商不拿地了，或者说拿地比以前少了，建的房子比较少了。那这会产生什么后果呢？首先，开发商不建房子了，你买的房子就叫存量房。那么存量房你的选择就少了，要么是二手房，要么是现在正在卖的新房。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是，现在房价在下降，大家观望的情绪很浓，而且呢，开发商拿地少了，意味着地方政府的收入少了，那么这个整个城市的建设，包括公共福利就会有所影响。尤其是在2022年又迎来了这个退休的高峰期，包括我们交的社保年轻人在交社保，老年人在享受这个福利。但是呢，现在老龄化也越来越严重，他们享受的福利占用的资源就会越来越长。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中间会出现什么问题？而且呢，新生儿出生减少，中间出现劳动力断层，所以呢，开发商在自救的过程当中呢，难免会出一些问题。出什么问题呢？那么可以说呢，我们有极大的可能去买到这个烂尾楼。毕竟我们现在买的还是期房。那么建议大家呢，在买房子的时候可以先观察观察，因为现在房价稳了，我们买房子就不需要那么着急了。那么第二个冰冷的数据呢，就是说住宅的销售面积下降。这里面呢会引起两个后果。销售面积下降呢，说白了，通俗一点来讲呢，就是现在卖的房子卖不出去了卖的少了。以前售楼处人满为患，对吧？请演员也好或者是干嘛也好，总之呢，一开盘房子卖完了，那个时候呢，开发商手里有钱，老百姓呢也乐意买房子，因为对房价呢有一些期望，对吧？但是现在这个销售面积下降呢，就会有两个后果。第一，开发商回款很慢，本身开发商现在都在自救，给了开发商的3道红线，就是让你呢降低自己的负债。但是很多开发商在过去20年一直的拿地，有的呢甚至这个债务都超过了200%，也就是说呢，本身他只有100块钱，但是他欠了别人200块钱，现在还了100，还有100没还完，资不抵债了那这个时候呢，他要想办法去降负债，那怎么办呢？他就得卖房子，但是卖房子呢，现在大家观望的情绪很浓，所以呢，销售面积下降。那么有可能引发烂尾楼，或者说这个开发商直接就倒闭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关于二手房。二手房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有价无市，对吧？有价无市呢，就是说房子挂得很高就没有人买，或者说呢，房东连续降价，仍然有人在观望，没有交易。在二手房来讲呢，就是有价无市。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套牢一部分人。很多人说炒房客离场了，对，有一部分炒房客是离场了，但是大部分的炒房客到现在还是被套牢的，而且他急着去变现也变不了现。第三个冰冷的数据呢，就是开发商收的定金和预售的这个款项
变少了。我们知道呢，我们一直是做这个期房的，期房呢就是说房子还没建，你去看沙盘，你去看样板间啊，你就把房子给买了。实际上呢，你有银行贷款，再加上你的首付，就是全款买了开发商的房子，但是开发商的房子呢还没有建起来。那么现在人们理智了啊，知道现在房产调控了，我先观望，对吧？我有钱，我先不出。尤其是这几年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呢是房住不炒的调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有疫情，大家呢还是觉得以现金为王啊，开源节流，能省就省。所以呢，自己有房子住，先要把自己的房子搞明白，不去买房子了。那么现在呢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说房地产萧条。那么你可以看到今年为什么要救市啊，就是想让呢这个真正想要买房子的进来，是吧？给你优惠，比如说放开了限售限贷啊，你想在这个城市落户，以前有限制，现在可以随便买。那么以前呢，你的首付不够，来首付给你降到20%。总之，要现在把这些钱呢再流向房地产市场当中，盘活房地产，就开发商也好，就银行也好，就这个真正买房子的人也好，总之在现在房住不炒的大基调下呢，还是想让这个房地产健康平稳的发展。看到这里呢，很多人就会想，在这些冰冷的数据的背后，我们还能买房子吗？或者说我未来对这个房产应该持一种什么态度呢？其实呢也很简单，就是不急不躁，放平心态。对于已经买了房子的人，你不要再去插手房子了，除非呢你真的有这个需求。如果你的需求很一般，那么你就再观察一段时间再说，没有必要现在提前入场去布局。因为现在呢房住不炒仍然是主基调，救市也好，不管怎么样都是呢让这个房地产健康平稳的发展。以后的房地产市场呢只会越来越好，不会呢越来越差。你要知道一点，我们的资产呢都集中在这个房地产身上，所以你能够想到的上面也能够想到。假如你没有房子，你就要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以及呢当地的这个房地产的一个动向来做判断，对吧？你有多大的锅，你就下多大的米。其实呢，如果你这样看的话，对于楼市的发展你就豁然开朗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